哎，大家好哈，咱们来想一个场景：今天这位还穿着法袍的法官，明天脱下法袍，摇身一变成了律师，站在了法庭的另一头。这个现象啊，有个特别形象的名字，叫旋转门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些前法官们，他们身上带的到底是硬核的专业知识呢，还是说是那种对法院内部运作的特殊影响力？今天咱们就借着一个超级厉害的研究，他分析了足足1.44亿份法律文书，来把这个事儿给聊透。马克吐温这句话啊，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，对吧？这正是咱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谜题。这些前法官出身的律师，他们之所以这么厉害，到底是因为他们特别懂法律，专业能力超强呢？还是因为他们更懂法官，也就是手握咱们常说的人脉资源呢？好，在解谜之前呢，咱们得先搞明白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大家看这张图，左边呢是当法官，门槛很高，要求很严。但你看右边，这个收入差距简直了。数据显示啊，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份，律师的平均收入能达到法官的4到5倍。你想想，这么大的一个薪酬鸿沟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，把体制内的优秀人才一个劲儿地往外吸。好了，那咱们的调查就正式开始。第一步就是要先把这些在司法体系里有点像隐形玩家的人给找出来，看看他们到底是谁，有什么特点。咱们就用大数据，像侦探破案一样，一步步的来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。咱们这次分析的底气在哪儿？就在这个数字上，1.44亿份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，是公开的法院裁判文书。这么大的数据量，可以说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上帝视角，能让我们非常细致的去观察整个司法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。就是靠着这海量的数据，研究团队才精准地锁定了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，一共是16768名旋转门律师。为了方便，咱们后面就叫他们 RD 律师。大家注意看这个比例啊，他们人数虽然只占所有律师的3.1%，但他们可是吸纳了过去7.7%的法官，这本身就说明这股人才流动的趋势有多强劲。好的，最关键的部分来了，既然这些人这么厉害，那花钱请一个这样的律师，到底能给客户带来多大的好处呢？别急，数据会告诉我们答案。哇，大家来看这张图，这个结果说实话真的挺震撼的。你想想看啊，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，单单就是把你的律师从一个普通律师换成一个咱们说的这种 RD 律师，你的赢面就能一下子高出8.4%到23%，这个不是个小数字。而且啊，这不光是输赢的问题，它直接就是钱啊。如果你是原告，你能多拿回来8.4%的钱；如果你是被告，你就能少赔6.9%。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好处。等一下，先别急着下结论。一个严谨的分析肯定要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 RD 律师名气大，所以接的案子本身就比较好打，胜算就很高呢？换句话说，到底是律师厉害改变了结果，还是好案子主动选择了这些厉害的律师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你看这张图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回答。研究用了一种叫事件研究法的办法，他们就盯着同一批客户，看他们在一家律所请 RD 律师之前和之后打官司的结果有什么变化。大家看这条虚线， RD 律师来之前胜诉率平平无奇，可他们一来，胜诉率噌的一下就上去了。这就说明还真就是律师本人的能力带来了胜利，跟运气跟案子好坏关系不大。好，既然咱们确定了 RD 律师确实有超能力，那现在就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了。这种超能力啊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是靠他们精湛的法律技术，还是靠他们深厚的人脉关系呢？这里就清楚地列出了2种可能性。左边是懂法律，也就是咱们说的专业技能，英文叫 know-how。右边呢是懂人脉，也就是社会关系，叫 know-who。他们超高的胜诉率，到底更多的是来自天平的哪一端呢？咱们先来看支持懂法律这一边的证据。研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当一个耳地律师跑到外地，去一个他从来没工作过、一个熟人都没有的法院打官司，
他的胜诉率居然还是比当地的普通律师要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的专业知识是硬通货，是可携带的技能包，走到哪儿都管用。那么，懂人脉的证据又在哪儿呢？这张图可以说给出了决定性的答案。大家请看最右边这根柱子，它代表的情况是 RD 律师回到了他以前工作过的法院，而且审案子的讨官正好是他的前同事。你看，胜诉率一下子就又飙升了一大截。但如果审案子的法官是新来的，不认识他，那这种所谓的主场优势就立马消失了。这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，这种个人关系确实是一个独立而且强大的制胜铐把。好的，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 RD Vision 成功的秘诀给解构清楚了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得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，看看这个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司法公平和效率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这就是这把双刃剑不好的一面。大家看这张热力图，颜色越深就代表判决结果的偏差越大，越不确定。你注意看最右下角这块深色区域，当案子的一方请了 RD 律师，而另一方只是个普通律师的时候，这个偏差是最大的。这就说明了，当双方的法律资源严重不对等的时候，精英律师的存在反而可能会加剧司法的不公平。但凡事都有两面性。研究还发现，那些最顶尖的法官，他们转行当律师之后，往往是技能和人脉的双料冠军。他们可不是那种只会靠关系的人，而是带着顶尖的技术和人脉来进行降维打击。而当这些精英律师在法庭上强强对话的时候，反而能够互相制衡，提升整个庭审的质量。好了，问题诊断清楚了，就该开药方了。根据这些发现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，才能让这个现象更好地为我们服务，同时又控制住它的负面影响呢？这里有一个模拟推演的结果，非常有意思，甚至有点反常识。大家看这条红线，它代表司法判决的错误率。当社会上刚开始出现少数几个精英律师的时候，你看错误率反而上升了，因为它打破了平衡。但奇妙的是，当精英律师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，他们之间就会形成竞争，互相制衡，负面效应反而被抵消了，司法错误率唰的一下大幅下降，结果反而更公正了。基于这个发现，研究就提出了3条建议：第一，提高法官的待遇，从根源上留住人才；第二，要设立更严格的回避制度，把懂人脉这条路给堵上。但同时要允许他们发挥懂法律的专业技能。第三呢，就是加强法律援助，给弱势的一方也配上高手，确保法庭上是高手过招，而不是单方面的碾压。所以，咱们来总结一下，这些精英律师的角色其实非常复杂，他们就像是司法天平上的一个砝码。一方面，他们能非常高效地传递信息，帮助法官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人脉关系，成为一个潜在的干扰因素。讲到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一起思考：在咱们追求一个更公正、更高效的司法体系的路上，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和利用这些权力律师的力量？他们的存在对我们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感谢大家的收看。